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17章的共读，第17天的共读。我们要请简中一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坚信的我带领，互阮兄这透早时阵会当透过书记课准备圣经共读的资料，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会当甲主一日一日，那既然空有信心，你帮助阮透过安尼领受，互阮的生命后头来加添，互阮的生命会当日日来成长。空有信心你来引带带领甲阮伫咧明白主透过我所讲的所有的话语，互阮会当来领受，会开始进行献上感谢，甲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们，谢谢。我们昨天看的约翰福音的第6章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最难消化、最难理解的一段经文，甚至是福音书当中，甚至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在探讨关于这段经文的背景。那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让基督教会新教当中呢有一个合一的共识。那什么是人子的肉，什么是人子的血？耶稣自己所说的，那有3种的解释。这可能就是指圣餐，就是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舍的，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那所以有的教会对于圣餐的坚持呢，说这是这个是呢就是等于那就是这就是我的耶稣的身体。但是有的抓到后面说这为你们舍的，所以这是一个救赎。那有人说既抓住的是后面重点，为的是纪念他，所以他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纪念用的。那人子的肉，人子的血呢？有人认为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肉和血，所以我们在领圣餐就是吃主肉，喝主的血，与主相交，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全部的身体，全部的自己。那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就是它是天上来的粮，就像过去旧约的玛纳一样。那所以耶稣他就是上帝的话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就代表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要来接受顺服上帝的话。所以关于这一段经文到今天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探讨，但是重点是从第6章要怎么样来到16、17章，就是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还有我们在基督教、在新教还有很多领受，还有很多学习和进步的空间哦。那关于这个辩论呢，到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近500年前，1529年，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是德国的改教家和瑞士的改教家在这个德国的马尔堡会谈当中呢，所做出来的这个讨论。那他们这个讨论呢，不是只有一场，是好几天，然后分了几场来讨论哦。那从这个马尔堡可以看出，马丁路德和慈运理呢，他们都是有备而来。那马丁路德对于这个耶稣的圣餐，那认为说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也是耶稣的灵。好，那两者呢就是同时存在。那慈运理认为呢，这个是耶稣的灵，是属灵的，那不是不是身体，那是用信心来领受来接受的。那他们在这个当中有15条，本来是要来建立共识，那前面14条呢，他们都已经达成。好，那只是在最后这一条关于领受圣餐这件事情，他们僵持不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但这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派不断的分出来，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一个本质上来讲。那这是在去年3月迦南60周年，那我们也团到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旅，那也去了这个马尔堡这个地方，到参观在这个马尔堡会谈当中他们的这个地点，那他们在这里开了好几场的会，维持了好几天。那在这个会场当中呢，那他们是真的是用旧约、用新约、用神学，那很谨慎、很仔细的，在对这里的每一个教会当中的议题拿出来做讨论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他们对于信仰，那可以来说慈运理是比较是偏向是用信心来看见属灵的层面。那马丁路德呢是强调的是耶稣是神也是人。那因为马丁路德有天主教的背景，那天主教是话直说对于圣餐，就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经过神父的祝祷，那个时刻呢，那这个圣餐的饼和杯就转化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那所以这样的话直说呢，也会让我们看到天主教在圣餐当中非常非常繁杂繁复的仪式过程，甚至好像是在做表演。那这也是的确为什么新教会从天主教出来，就是他们要改变这样子的一种表演式的礼拜弥撒。那因为在当时甚至他们信徒会去不同的教会，一天当中跑好几个教堂来看每个神父在把圣餐变成饼和杯，就是好像在表演一样。因为除了他们那边的教堂很多，那他们的这个弥撒的仪式也很重要，所以变成好像大家是在看戏或是在看秀。那么在去年去这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呢，我们也去拜访这个马尔堡，甚至导游还帮我们介绍了这个教堂。好，那这个教堂就是他们在前面会谈的地方之后，那他们最后结束礼拜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甚至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教堂当中，那他们也承认，那他们没有办法在圣餐的上面有共识，但是他们有彼此的拥抱，那但是他们也说你的灵和我的灵不一样。那所以基督教的合一还真的是有待努力。那导游也很刻意安排说，请牧师在这个教堂请我在这个教堂当中来祷告，能够为着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所以当我们了解说教会有很多不合一，教会当中有很多困难需要去克服和解决，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来放下个人的成见，放下个人的己见，能够寻求的是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教导，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最长的这一章它关于耶稣从这个喂饱5000人之后那到这个生命启示他是生命的粮。那同时呢，耶稣也启示他就是那基督，我是从然后到于这个真理要怎么样继续的来保存呢？那么请周院长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60节到65节。好，60节，好些门徒听见这些话，就说：“这教导太难了，谁听得进去呢？”耶稣知道他的门徒私下在议论这件事，就对他们说：“这话使你们信心动摇吗？假如你们看见人子上升回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你们又会怎样呢？给人生命的是圣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
我告诉你们的话，就是生命的灵。但是你们当中有人不信。耶稣早就知道哪些人不信，谁会出卖他。他又说：因此我对你们说过，要不是出于我父亲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以上。谢谢。所以，耶稣的教导太难，这个难呢，就是难以接受，不是他们不除了难以理解，还难以接受。耶稣叫人怎么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得到永生，甚至还强调说他的肉是真正可吃，血是真正可喝。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藏在他里面，就如同永生的父怎么样差遣耶稣，耶稣要因父而活，所以吃喝耶稣肉的人也要因着耶稣而活，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所以这样的教导呢，如果我们把旧约、新约然后耶稣的传道、生命记，能够把它结合起来，觉得这些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违和感。好，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足够的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只光听耶稣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去理解。那但是耶稣说给人生命的是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那肉体毫无用处，圣灵赐人生命。所以耶稣从这里呢带出了圣灵，就是说要来领受耶稣的这段话呢，其实是需要有圣灵的工作。那肉体呢，是毫无用处。好，那我们从罗马书、从加拉太书可以看出保罗他把这个属灵的事和属肉体的事分得很清楚。好，顺着圣灵撒种，好收永生；好，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好，那这些呢，都是从耶稣这样的教导来。那马丁路德和慈玉林的在对谈的时候呢，这一节63节就是慈玉林他非常坚持的一句话：肉体毫无用处。所以对慈玉来讲呢，他追求的是圣灵的更新。但马丁路德说这个肉体也很重要。这个圣餐呢，除了有属灵，还有属肉体的本质也存在。所以我们他也看重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两个人呢会非常的针锋相对，互不退让。但耶稣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话不是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当我们看见人子上升，就是人子升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这到底是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工作。那人子升天复活的样子是属灵的状态还是属肉体的状态？那我们在往后看的时候，看到这个耶稣复活手上有伤痕、钉痕，然后他的肋旁有伤痕，那他叫多马用手去探，所以复活的耶稣还跟他们一起吃鱼。但是复活的耶稣呢，却又能够同时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又能够在这些门徒的家中，而且门关着之后他就能够进来。所以真的是让人很难去理解，到底耶稣复活是属肉还是属灵，因为看起来两个都有。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灵那和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话、灵、生命这三个其实是三件同一个事情。那所以这话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天上的粮所以昨天我们提到这个阿摩司书，人饥渴并非无饼，并非无水，是因为没有找不到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有上帝的话，那就是有天上的粮。那这话呢，又是圣灵赐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才能够不用依靠肉体，才不会被肉体饥饿而辖制。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能够在旷野40天受试探。所以这些听了现在听耶稣这些话呢，因为60节一开始就说他的门徒中所以这里的都是指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把信仰的核心呢，不是放在耶稣
这个人的身上。好，信仰的核心可能是他们要去完成什么，要去做什么。好，那他们对耶稣的教导说，他就是最高的救赎。最高的这个耶稣的话等同于神的话呢的这样子的提出的时候呢，好，这些门徒没有预备好这样的心，没有预备好这样子的灵要来接受。那63节说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所以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呢，才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我们会习惯用肉体依靠我们的身体在存活在生活，我们需要有信心才能够去相信去领受这样的话。那所以灵跟肉的问题就是门徒跟犹太人误把耶稣认为说吃他的血喝他的肉呢是停留在肉体的层次，好，那没有办法去领受到耶稣所要说的灵就是生命好的层次。那到底耶稣道成肉身是成为人又是成为神，但是我们要领受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到底是领受他的肉他的血，还是领受他的话，领受那天上来的粮食？那怎么样去平衡？好，那在教会当中做过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单有自己的意见。但是64、65节说，你们当中有人不信，好，那耶稣的教导呢，基本上到这句话就结束了。但是耶稣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人不信，那这不相信而且是你们是指复数有些人，所以这个不信呢，不是指说出卖耶稣的犹大一个人，至少有2个人复数。所以耶稣这里也说，耶稣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他，甚至知道谁要出卖他。那出卖他是犹大，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某某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这也是在前面这个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粮，每个到他这里来的人都是父所带来的人，那父所带来的人呢，他也要带到神的面前。那所以这耶稣又再重复他6章37节的地方所说的。那但是所以可见呢，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呢，需要有信心，对生父有信心，还要对耶稣有信心，要相信上帝到耶稣这里来，要相信耶稣才能够再回到真正的到天父的面前来。好，那我们再请钟义长带我们来读66节到最后71节。66节，从此跟从他的人当中有好些人退出，不再跟他一道。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呢？你们也要退出吗？”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是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信，并且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者。”耶稣说：“我岂不是选召了你们12个人吗？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犹大是12使徒之一，就是后来要出卖他的人。以上。谢谢。那所以这些5饼2鱼将近上万人跟随耶稣。那后来过了1天之后，也还是有一群人来问耶稣。那甚至昨天我们说，他们想要的是吃饱的神迹，以为耶稣是在卖便当。那但是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是那个什么，就是降下来的玛纳，但不是每天吃的玛纳，是一次，是永远，到永远的永生的粮食。那至于怎么样领受这个永生的粮食，就是要吃喝耶稣的肉和血，不管你是从属灵来看，从信心来看，从纪念来看，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得着永生的关键。那但是这些门徒呢，听着呢却很多就退出不再跟他一道。好，所以这些退去的门徒呢，大概退到多少？以这个约翰福音来看呢，可能就是退到剩下12使徒，
至少不是几百几千人这样啊。那所以光这一章第6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浩浩荡荡，但是到第6章结束的时候呢，变成2266，好，哩哩啦啦。那以世人来看呢，好像最成功的是在前面，后面好像失败。但是以神的国来看呢，这些还能够继续跟随与耶稣一道的，好，那这才是坚持到底，好，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其他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对乌别二约记载也好，没有像约翰福音这么样子的仔细，所以这也是约翰福音门徒约翰他要把这卷书保存下来的原因，好，要让人知道，好，这个是耶稣很重要的一环，好，所以4福音书同时都记载的神迹。那所以当这些耶稣看到众人都离去，好，那他也来反问到12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所以这句话是问的12使徒哦，所以这里有约翰有特别点名说，好像就只剩下12使徒在的意思。但是这里就有第4个约翰福音的第4个见证人哦，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第二个是拿但业，第3个是在撒玛利亚井边的耶稣，他见证我是。再来第4个就是彼得，彼得他也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从上帝来的圣者，所以这里是彼得来告白来见证，他就是基督是弥赛亚。那这样的见证呢，马太福音是安排在16章，马可安排是在第8章，然后路加是安排在第9章。好，那但是彼得的见证呢，是4卷福音书都有留下来的。所以约翰福音也把彼得的见证是耶稣是基督也定义也留在圣经当中。所以这些的伟大的见证呢，是要让世人知道，我们认识耶稣的过程呢，是从他是耶稣到他是基督，那相信他是耶稣也是基督，是人也是神，是要道成肉身来拯救世的。那70节耶稣说：我岂不是选召你们12人吗？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人是魔鬼啊。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在指出有人要来迫害他。那其实这也是这个约翰福音那他后面呢就是要开始进入一个耶稣跟魔鬼之间要对抗对付的，就是到底魔鬼怎么样来破坏人的信仰，而耶稣要留下的话呢，就是要来抵挡这些魔鬼的破坏。像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那他怎么样胜过魔鬼？那这个约翰福音呢，也安排说让我们能够读这些的话，把这些耶稣的话听得这么样仔细，好像听录音或是看影片一样，几乎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呢这么清楚的记载，其实是要帮助我们胜过魔鬼。那这个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并这句话呢也是会讨论说，那到底他是鬼还是人？那应该是那在其他福音书说魔鬼进入他的心，进入他的心，那至少就是他被他的主权呢被魔鬼所辖制。好，所以这一段来看呢，耶稣说天上的粮是赐生命者，不再是旧约的玛纳。但是照众人要求说，耶稣请给我们这天上的粮，耶稣就回应他们说，他就是这天上的粮。但是怎么样领受？要相信他并且要吃喝他的血，信他的不被丢弃，而且在末日复活。那众人呢说我们怎么样吃，我们怎么样喝怎么样领受？耶稣说吃喝那耶稣说其实要透过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让他透过吃喝，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也透过这样吃喝，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所以
葡萄树跟枝子也是这个道理的延伸。那并且耶稣也说，他的这样的吃喝，他的肉，他的血呢，其实也是代表着他的牺牲，代表他的十字架上的的这个救，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到天父的面前了。那同时彼得也在这边来见证，你就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是圣者，是神的儿子。今天这段经文的金句在我选63节给人生命的就是给人生命的是圣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我告诉你们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灵。盼望我们能够把耶稣的话呢，真的看成是可以吃、可以喝，不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甚至也不是只有在福音书当中耶稣的话，而是这些门徒，这继续在传耶稣的话，整个新约。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说，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比受更有福。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这句话，所以在新约当中、圣经当中，这些话其实它的中心都是在对准着耶稣。当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有这样的信念，在读圣经，我们在读旧约，就算我们在读创世纪或是读历代志，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是分开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这是合起来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帮助我们。今天的感受就是听话听一半，唱戏唱2段，就是我们把耶稣的话前面有听，后面没有懂，那这样子各演各的调，各吹各的调，各演各的戏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耶稣的，就算是门徒也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他。那乌饼鳄鱼的神迹是要我们听懂上帝的永生之道，能够把这个天上的粮听懂，还要吃进去，还要消化吸收。但听不懂的门徒呢，却会变成可能是那出卖耶稣的魔鬼因为魔鬼就进入他的心，就进入了谎言当中，不在真理里面。今天我要继续跟随耶稣的永生之道，还是要继续懵懂无知，不愿意再去思想，不再去咀嚼，甚至就会退出离开，甚至跑去跟魔鬼做交易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耶稣的话能够反复的思量，反复的斟酌。最后祷告，求圣灵赐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咀嚼、消化、吸收主耶稣的每一句话，能够消化主耶稣吃喝他的肉、他的血，让他的话、他的血、他的生命这个粮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藏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今日会当通过读圣经，会当来明白主你是生命的美牛，也互阮会当知影，这是上帝对天顶所准备要互阮的。总是阮的人真软弱，阮人也有逐款的需要，甚至阮的人也真愚妄，会当来明白上帝你的奥秘，求圣神保惠师也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每一天拢活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内面，互你的话真真正正成做阮脚前的顶甲路上的光，会当照光阮的内心，会当有信心帮助，互阮会当来吸收主耶稣你的话语，互主你的话语确实成做是耶稣的肉体，甲耶稣的保惠，成做阮生命的营养分，也成做阮逐天生活的快乐甲力量。也愿主，佮将这个天顶的美牛，亲像五块饼、两尾鱼，会当来分享，互更较侪的人，会当来分享出去，互阮身躯边的人、厝内底人，会当来得到这个五块饼、两尾鱼、天顶美牛的这个福音甲好消息，就是永远的活命。阮伫做面，阮也要特别为着教会中间这个冲突，也是这个争论。袂当和谐，袂当合一，才袂当来荣耀主的名，才会使搁一摆来恳求甲祈祷，也愿信神提醒阮，就爱来互教会合一，毋通制造教会的纷争，是制造兄弟姊妹中间的这个怨恨，求主怜悯，求主帮助，
完全的困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中医长老，谢谢大家，多谢大家魔叔，拜拜。平安，大谢谢家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